监察院证实，外交部有13件公文遭暗网兜售，谁要买呢？哦，我很好奇哈、说萧美琴有一个私酒案，哦，文件内容雷同，什么意思？哦，什么叫做暗网兜售？什么叫机密外泄？什么叫系统漏洞？说呢，为什么会这样？哦，说2024年4月17号有暗网的账号通雅兜售7份外流文件，包含我们跟这个邦交国的关系的评估，驻美代表处的内容，哦，还有呢这个萧美琴走私私酒进台湾，哦，而且呢说还有更多的文件要兜售，你买了我还有更多机密文件兜售给你哦，等等等等。我们以前当立委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接到一些检举的东西，然后就跟我讲，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公布，我下面就有继续资料给你，哦，那你不公布它就没有了，你公布，果然它下面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料哦，那所以他就说呢，还有更多哦，那另外呢，到底怎么回事哦？那现在呢，监察委员林文成、赖鼎明跟叶宜津说呢，的确有这个暗网兜售这个事情。那外交部说好，我们会精进我们的治安，我们资料怎么会给拿去兜售呢？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另外呢，这个说是承办人员可能违规扫描复制的时候被人家，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最近很多这个看这个网那个网都被人家骇客入侵嘛，所以有可能呢违规复制扫描的时候，被人家从中间找到漏洞了所以呢，林佩祥这个委员就说，吴钊燮是不是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之前你的那个党工黄曲荣，对不对？就被人家这个吸收了，然后呢，一审判8年2个月，二审改判何仁杰啦，何仁杰是黄曲荣把他吸收过来做的共谍，一审判8年2个月，二审改判无罪。结果现在呢，这个又搞了什么萧美琴到捷克时间被共谍被这个老公的情报人员跟踪，那现在又发生什么外交资讯被泄露，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呢，联合报说监察院、外交部、财政部联手要陷萧美琴于不义嘛？什么私酒？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们看萧美琴2024年、2025年当时有这个机密外泄，说2024年4月，当时呢刚当选副总统的这个萧美琴回台湾，有一批自用品要通关，要外交部协助海关跟海关说你放心吧。那什么东西有23瓶酒，23瓶酒市价3万多，不懂。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你带1瓶1000多，这什么酒啊？好送掉。你到免税商店去看，啤酒吗？我不懂这什么酒怎么可能？我是人家送的啦，他是这么说。我懂，如果人家送1瓶只有1000多块，就在美国就给同仁分算了。你这边我到不要搞什么鬼？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说这个酒到底进来了没有？用什么钱进另外呢，刚刚讲这个绿共被轻判了就是这个他们一审还有罪，比如10年的，二审变成8年然后呢另外呢一审8年的二审无罪，一审6年的变5年，一审5年变4年，这4个人尤其这个何仁杰、吴钊燮的质疑居然无罪了这奇怪所以呢，联合报的社论就说被轻判，那你沈伯洋、梁文杰，你们是天天要抓匪谍、抓共谍吗？天天要重罚吗？那你们满意吗？你们觉得这样高等法院这样判，你们满意吗？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当然会精进这个公文电子系统的这个治安防护了因为2024年外交部有13件机密文件外泄被兜售到暗网上，甚至包括时任驻美代表萧美琴透过外交部走私酒类，现在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认定外交部有疏漏。这个部分跟吴钊燮他的私意何仁杰有没有关系？这个部分我们被泄露出去的公文连接性我们还是要再了解的。毕竟被摊在阳光下的是机密文件，无法再用认知作战，轻描淡写。来，马伟。这个今天大家有关注，就是说，何仁杰因为他在一审的时候被判8年2个月，可在二审就突然无罪。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明确的，因为他当时就是因为有泄露一些公文资料，还有一些机密文件，当时是这么说，所以他被判有罪。那二审就突然没罪，这很奇怪，因为你机密就机密，告诉我们是机密的时候，黄国昌那时候才出去30秒回来，他就被告了。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
一直认为说，像现在大家对司法跟大法官，还包括今天吴乃仁的事件，大家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能忍受多久。可是就这个部分，可以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时候的确有很多第一时间大家在谈2024年说有很多外交部的这些相关的机密资料被泄露出去，或者一些文件被泄露出去，而且甚至在暗网上面兜售。那时候外交部第一时间说没有这个事情，而且这是认知作战，是刻意去造谣、去扭曲的。那当然没有如果没有承认，他当然也不会去追查、去追究。可是到现在现在今年2026年，监察院已经确认他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这个部分，它就是2个面向。第一个，当你发生的时候，其实你明知道有，我相信外交部确定有，因为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一个外交替代役从我们的邦交国，好像三圣那边回来的时候，在美国被抓，因为他有贩毒还是制毒，然后还有他有诈骗的那个网站，那美国就会去抓到他。那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讯息都透露，我们外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是有被泄露出去，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他们在这些这么重要的，而且这会攸关我们台湾的国际形象，跟邦交国也好，跟很多的友邦也好，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个损伤。那可是他们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处置？这是第一点，显然没有好好的处置。第二个，如果说像他们有些是被害，我们每年花这么多的预算，本来外交部的预算是200多亿，那时候还有20几个邦交国，现在又掉了10个，可是你的预算就变成400多亿，那你有很多的经费到底是用在哪里？甚至很多是花在这个治安的部分。那现在文书的资料也会出去，机密的资料也漏出去，然后还会被害。那外交部到底做了什么？而且花钱花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清楚交代的，不然它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的发生。不管国防也好，我们看它发生的事情，就是不当的厂商，它还是持续的发生。那外交泄露一些相关的机密资料也是不断的发生。我觉得这个都应该要严肃的去面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情报工作的案例了哈。其实我们在看过去一些案例里面，在暗网上兜售的，常常会是大概是1分真9分假哈。那它很容易达成一个一逃杀3式的效果，就是说这些内容，我相信它里面有一些是真的，好，但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并不是真的时候，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内部在追查的时候很大的一种困扰。那我觉得外交部讲的有点保守，但实际上我想中间那个真正1分的部分，一定是他们有犯错，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可能的确潜伏的这些共点，那也可能是我们治安的歪漏。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现在有人员潜伏这一点，我想你要永恒的警戒了哈，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收买他适合的人选，这个是一定持续就会发生的。但是在治安这一块，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努力啊，因为其实就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说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我们自己的公务体系到底能不能从制度面好，或者从装备设备面都能够去满足现在这么高强度对抗的要求的话，我现在也是希望说委员们在立委还应该好好去监督。那第二个我要讲一下，就是刚刚讲共点那个案子，因为我觉得有点有趣的特别，就是说为什么本来一开始，其实我们民进党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公事公办，你一定要重判，就为什么突然变成无罪？原因是因为说法是说，因为他拿了很多是公情，就公开情报，好，其实并不是真正机密的资料去交差了，好，所以变成是无罪。那我觉得在这一点，我是相信法院有法院的判断啊。这个我其实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判决书的内容，但的确我知道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就是大部分的公务员还是奉公守法的哈。你让他拿出这种机敏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军队里面常常会有因为特殊的情况去交出来，但是在其他外交部体系或是其他公务体系里面，真正考试禁用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认真来看待。可是就是因为跟中国接触之后，他一直希望保持这关系之后，他就拿很多，因为他们自己在中国他不容易取得的我们这种，或者有一个时间差的公情，他就拿来当成一个机密资料去做一个这个交差。我觉得这个还蛮常见的，就我看过一些案例还蛮常见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被当成共谍判了之后，我觉得那个会跟社会有一个很大的期待落差的时候，也要请大家就是说，如果跟中国接触的人，不要把这个拿公情当成情报交差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不会有罪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很谨慎来看待。我对共谍案非常有意见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高等法院是有病吗？什么叫做你交给他的是公开情报，所以他就无罪？通匪你通匪本身就是很重大的罪行啊，所以是跟他的情报的等级没有关系。你通匪的行为本身，他就是匪谍，他就是潜伏在我们的
这个国安会秘书长当时有说是机密资料，对呀胡椒不管怎么样还，有机密非机密都是。然后萧美琴的这个酒啊，我觉得这个对外交人员来讲啊，萧美琴她的这样的做法啊，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国人啊，对于这个很多的外交的事务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对于那种为什么我们这个总统专机那不是有私烟案吗？超买那个私烟案，就安全人员呢这个私烟案，还有就是说，我们外交人员就回来之后呢，你有23瓶酒，然后呢都可以这样子礼遇通关，然后呢都不用报税，其实大家是会特别有感的。外交人员卸任了之后回到台湾来，你所有的那些什么携带的酒品啊、酒类这些东西，就跟一般的国人是一样的，你要该课税的就要课税。但它当然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啦，哈，就是说，大家你如果说是真的是少数的，哈，属于少量的，哈，是属于我真的是自用或什么，大家也不会这么的苛刻啦，哈，不会这么的苛求，就是说，驻外人员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不能够什么连1瓶酒、2瓶酒我都要超过多少公升，我都要课你的税。可是我们的副总统当选人驻美大使萧美琴，她带回来的是23瓶酒，23瓶酒这是超过一定的量。好，然后呢，你就算是外交馈赠，哈，那你要不然你就留在驻美代表处嘛，啊，就是公务使用。你要带回来，他当然还是要课税啊。如果你外交人员去就任，你带着酒去，说将来我要送给我的这个，那是一回事，那是可以的。对呀，你回来你已经都卸任了外交官，人家送你的这么，你当然要课税，怎么可以什么外交部还给公文，给什么公文啊？而且才3万块，是什么酒啊？而且我也不相信只值3万块了，3万块什么好带的、1瓶1000多块带什么？一瓶1200块，你要带这个酒，千里迢迢运费，还用公文，有这种可能吗？想想你不要把大家智商看得太笨，你想想就知道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匪谍大家都讨厌，对不对？怎么可以当共谍？尤其公务员怎么可以当共谍？不可以的。那他这个黄举荣是在大陆经商的时候被中共的这个情治单位吸收了，作为情报的，他回来发展他的下线，把什么何仁杰嘛这些人都变成他的下线，变成他下线呢，是他这个高院判他无罪的理由，他是人头也有罪啊，人头就没罪啊，那你那个诈骗的人头都没罪。对不对？车手没罪，是车手是人头去领钱就没罪，这是什么定义？我想不懂啊，多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简直是这个，比如说这法官他不知道脑想些什么东西啊！继续再回来，你待会可以再。好，这个。杨珍妮因为行政院叫今天开始所有职务都解除了，那经贸办有30个同仁去支持他，说他在办公室没有用很低俗的言语来骂我们，没有啊，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秘书长是说呢，他的报告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监察院已经启动调查了，所以是说他们报告他有12点，指控他12点，有头2点是说是的确是有职场霸凌的所以呢，这个翁小玲就说他只是停职，不是免职啊，那考试院说政务官就是去留了，停职就是去留了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政院是不是弃车保帅民进党说要尊重杨振宁救济的权利，当然他有他救济的权利都有了那另外呢，这个杨振宁的这个霸凌案，联合报是说调查到底有没有公信力，行政院必须要厘清。因为你如果按照昨天行政院公布那12点呢，第1点、第2点说的确有霸凌，我看那也是轻描淡写的。如果按照这个来讲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行政院到底怎么样？是真的只有这样，还是你想大事化小，就把它掩饰一下很严重讲的不严重就算了。那如果按照那个调查报告，那个看起来就很奇怪那个报告真的我觉得也很奇怪。我们看一下。
台美贸易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过世之后，如今行政院政务委员、贸易总谈判代表杨珍宁因涉职场霸凌遭到了停职，而他本人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如今部分的经贸办的成员发出了共同的声明，指出杨珍宁虽然有严格要求的一面，但私下关心从不缺席，与外界偏颇描述有落差。即使经贸的谈判工作具有急迫性，而且高压。但办公室也从未出现恶劣粗俗的言语。政务人员只有去跟留，那所有的程序都在进行当中，这个程序完成了就会公布。其实监察院在行政院组成调查小组后没多久，可能不到2天，监察院已经启动调查了。而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行政院在做行政调查之外，行政院也配合监察院进行调查，所以监察院已经在进行调查了。不过最后的声明也提到了尊重调查程序，也尊重每个个人提出陈述的权利，也提到了声明仅为个人行为，不代表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正式立场。我觉得霸凌这个事件，其实我们党团当初在关心这个事件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因为确实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严慧欣代表他确实有受到一些压力，然后导致他身体上出现状况。但也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内部有某种斗争，那目标就是指向这个杨珍妮。而且呢，杨珍妮她的行事风格以及她在委员会里头备询的这个表现，事实上很多立委是觉得她相当傲慢的。但是这样子的对外的态度，是不是等同于对内的霸凌？这当然就有待于这个调查报告来还原。可是确实，我们看那个调查报告，感觉上前面那2点，你说真的实质的构成霸凌，或者是霸凌到这个使人的这个无法负荷这样子的工作的量能，或者是超过了一般的这个界限，我觉得那当中还是有层级上的区别。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呢，杨珍妮她是不买单的，她认为说她有受到冤屈，那甚至她还可以有这个经贸办有30多位这个员工来挺她。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某种这个还需要去细细去深究的。但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其实行政院现在就在做一个扫雷啊，他们就是担心这个霸凌案过去呢，在这个赖瑞隆的事件当中，已经造成了在高雄市长的这一局看起来呢声势是一直打不起来，而且呢赖瑞隆一直成为这个高雄市民或者是很多人民在看这件事情，认为说政治人物是不可以这样子做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德标准。杨珍妮如果继续留在经贸办，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未爆弹？所以行政院很明显用这样子的这个调查报告要来进行一个扫雷，可是真相有没有出来？我觉得现在还是未知数。我觉得这件事情哦，真的大家也是雾里看花哦。一般来说的话，你看，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调查这么清楚的话，为什么马上就有30位他们这个所谓经贸的办公室的人马上联名，就表示他们打脸这个他们所对的调查报告30几位，这不容易，大家联名起来，然后开始细说杨珍妮跟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处。那如果说是30几位都联名起来，那这个调查报告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我比较关切的反而是我们这个所谓谈判人才的一个断层啊。你看，连续失去了2位女将，然后呢，当然你还有特别提到，那杨珍妮如果真的如大家所说的，她有霸凌的事实来确定，然后民进党从过去到现在都认为霸凌是一个零容忍，那为什么就只是一个停职而不是去职？那停职的表示什么？是不是等风头过完之后，然后让他能够再复职？那现在停职的到底只是要泯大悠悠之众口，或者是他后面还有个更大的事件没有，然后就请你杨珍妮暂时离开之后，等到风声没有了之后，要叫你回来。那如果是霸凌是这么严重，都已经到了那个卓荣特要跟他面谈，请他走的时候，那为什么又是一个停职？所以行政院做的做法，好像给人家感觉你调查的不清不楚，然后呢，你给予的处分，你在给人事的这个部分又限于所谓的一个黑箱。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在职场霸凌跟人事惩处这个部分里面在悠游。那这个悠游期间当中呢，又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搞得我们在外面看起来那才真的叫雾里看花。所以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有需要。必须要再讲清楚，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的经贸人才，它的断层这个部分，其实是它所引爆的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关切的。现在总代表也没有了，副总代表也没有了。对啊，来马委员。就这个部分看起来，如果说以调查报告的结论看起来，好像说要成立变成是霸凌，反而过去有很多的
霸凌案件的样态比这个严重多了，可是他们却选择冷处理或不处理。那就这个部分，其实刚刚牵涉到，我觉得应该还有隐藏一些可能还不为人知的一些相关的理由在里面，因为这个牵涉到台美谈判，那时候杨珍妮经常在国外，反而出来接受委员会质询的几乎都是颜慧欣，其实都是他代表出来。那以他的抗压性，或者说像这样子就可以构成霸凌，我觉得好像不至于。所以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应该还要去深究，因为这个也牵涉到我们很多在这个台美谈判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副总谈判代表，因为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如果不是他父亲的关系，也许也不会这么受到重视。那我想，其实他这个部分，因为他还是可能关乎很多的一个面向，我们还是觉得行政院应该有必要把它说得更清楚，而且交代更清楚，不然后面如果再爆出更劲爆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杀伤力会更强。来金，因为又有经贸办又有很多人联署起来，就是声援杨珍妮。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背后呢，似乎并不单纯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巨大的遗憾呐，哈。不管颜慧欣怎么样啊，她都是国家栽培的一个谈判代表哈，副总代表。然后杨珍妮呢，她是国贸局的第一位的女的这个局长啊。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呢，因为我们在对外的谈判上面呢，其实我们人才是很少的，是有断层的。在蔡英文任内的时候呢，就成立了经贸谈判办公室嘛，哈，所以第一任谈判代表就邓正中，哈。然后呢，过去呢，在有关于谈判的这个领域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最密集的这个谈判对象，当然是从以前都是从以前跟美国开始的谈判这样子累积下来。等到我们进入了GATT， 然后 WTO 的这个时候呢，它是在一个机制里面建制啊，在一个机制里面呢，那进行谈判。事实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地位、外交处境的这个关系，我们真正能够训练我们的谈判人才啊，在那种国际的场域上面呢，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场合已经很少了，已经非常少了啊。然后呢，颜慧欣的这个事件呢，又爆出来的一个，除了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强势领导风格的这个问题造成他的身心压力之外，还跟我们的谈判策略有关。好，就是说，有一派啊，就是包括现在传闻中可能会接这个经贸谈判总代表的李纯啊。他就是主张我们要在 CPTPP 上面呢采取的一个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的啊，然后颜慧欣呢似乎也是这一派，然后就对什么杨珍妮好像在这一派的就不那么的积极，就是会又变成了是一个好像路线之争啊，所以这就会让这件事情的背后呢就充满了太多的好像派系角力啊，或是路线之争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而我认为最严重的就在于行政院你处理这样的态度上面的不清不楚啊，就会让后面的事情呢就越演越烈。如果说你一开始你就接受了这份报告啊，就觉得他是有霸凌的这个事实的话，那其实就要求他去职啊。你要求他去职，那就对政务官来讲，其实就很简单。今天政务官的这个去留本来就是长官一句话，那你现在要求他停职。那停职的话，那对于杨珍妮来讲，他当然就还是可以有打这个行政诉讼的空间。所以这个卓荣泰的做法就是置私议焚，把这件事情呢搞得越搞越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那这样子接任的李纯的谈判这个总代表，那你现在是不是又会要被大家检验？就你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这个理由，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够跟你们内部的派系啊？你是因为谁挺你？所以你才能够接上这个代表呢？因为李纯跟我辩论过，所以呢，他就立刻升官了，立刻就升到驻欧盟代表，很糟糕的一个得到关癌的人，为了那个猪肉，那个美国猪肉能不能进来？对，他是官方派来跟我辩论的。然后呢，他就说，如果我们不让猪肉进来，我们就进不了 CPTPP。就我们让猪肉进来了，也加入不了，也没有进入 CPTPP。不过我是觉得说，如果行政院连一个到底这个杨珍妮有没有霸凌？
都调查的这样语言不详，调查的这样哩哩啦啦，搞得大家就是很奇怪，这能力真的是很差啊！这一件事情有多难调查，能调查出这样的结果，写那个东西写的完全看不出来，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再回来，那种就是什么各看。好，国民党立委黄俊辉说呢，儿少性剥削的前科犯，居然拿到政府的标案，10年将近6000万，哇！劳动力发展署的一个并购这个采购案说365万，谁得到呢？叫做站点子数位行销，那负责人叫做全志强，所以他得标了那我就得标怎么样呢？那这个委员说呢，2001年他的哥哥叫做全智利，在网络聊天室诱骗未成年少女出来见面，用迷药迷昏性侵，再把过程制成光碟贩售，共7个人受害，最小只有3岁，你这是有病啊！那本来我想说，那这个他哥哥跟他有什么关系？下面全志强协助复制影片及图档，制成光碟，架设网站大猫的催眠精益大奇行的网站，并在多个色情网站刊登广告，贩售牟利。所以呢，2004年依照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那光这个标案就算了，360万，不是？他说最近10年，民进党这个得到政权以后呢，劳动部及附属单位、社群媒体大量的与站点子合作，合计得到了5964万927块。其中呢，这个劳动部的这个中彰投发展署的中彰投分署、劳工保险局、劳动力发展署、北基宜花金马3个单位就拿到3780万，还加起来，反正总共是5964万那另外呢，陈金辉委员，后来陈金辉说呢，这个你要说明到底你的政策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115年。光到5月底花掉了1076亿，一笔810亿文宣得标的是3立电视，另外一笔360万社群维运标案，那这个有刚刚讲的有前科然后呢115年说呢得标厂商3立得到810万，刚刚讲了这个不是第一次后来呢这个又连续3年文宣媒体都由3立、民视、年代得标然后呢被点名，他们说点名后，劳动部说改变了，把钱从救安基金挪到公务预算，得标的还是3立所以是说这些绿媒拿这么多政府的钱然后替很多时候呢这个替民进党政府擦脂抹粉，陈金辉委员的意思这样所以他有一个使用的明细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就服职训社区平台，提供民众求职、提升职场技能的线上互动整合平台，但没想到负责维运的得标者却有儿少性交易的前科。回顾3年前一起坠楼案，死者名叫全自立，2001年犯下震惊社会的下药性侵、偷拍并贩售光碟，受害者都是未成年少女。出狱后仍然持续犯案，最后畏罪坠楼。而这回劳动力发展署的就服平台得标者就是全自立的弟弟，站点子数位行销有限公司负责人全自强。最小的年纪才3岁啊，他负责帮他的哥哥协助复制影片、制作光碟、图档。那他架设了一个网站，叫做大猫的催眠精益大奇行。全自强就是大猫事件偷拍的共犯。2004年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但摊开近10年站点子的得标记录，清一色都有劳动部。近10年合计标价格5964万元，光是劳动部辖下的劳动力发展署中彰分署、劳工保险局以及北宜基花金马分署，标案金额就高达3784万元。为什么都是这几家？第二，为什么问题这么多还是非他不可？到底是公开竞争，还是早就内定剧本好了？但劳动部回应国民党依照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没有针对负责人过往的刑事记录审查机制，也没有法规明文规定限制特定的前科者设立公司。用一句轻轻的带过说，目前无法
可管。依照现行的政府采购法第36条，机关本来就可以依照采购案件的实际需要，规定投标厂商的基本资格。而少保护性别意识抬头的社会氛围下，劳动部的消极作为，再也要求尽速改善，别再包庇儿少犯罪者。好，陈金辉委员提出质询后呢，劳动部有回答说，因为采购法没有限制特定前科者不可以投标，没有说他有犯这个法犯那个法不能投标，所以我们就让他投标了，而且就得标了，就表示他知道哦。好，来委员。因为它是限制性招标跟最有利标。你今天如果是公开招标，我们的法没有规范，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有，而且你劳动部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跟这个儿少，尤其儿少的这个犯罪，它又是确定发生这样的状况，你甚至连3岁的都有都可以不放过，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大家不能接受的是这个部分。你如果说其他的一个犯罪前科，有些大家可能是可以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者像他们可能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可是你是用最有利标跟限制性招标，我觉得这就说不过去，而且这个也不是理由，甚至你如果知道更不能原谅。对，我觉得劳动部在被揪出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他竟然用这句方法来劳动部拜托，这儿童性剥削，你刚刚所陈述，我们光是听到3岁到几岁有7起犯罪，然后他做这个光碟，然后架设网站，我们光是没看到影片，我光是听到，我们就觉得所有的在场的人就觉得这个毛骨悚然。然后你的劳动部竟然还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并没有法律没有规定，法律没有规定，你一副就是你知道，然后犯下这么大的恶行，然后呢，你还用最有利标，还有限制性招标，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单位里面来做一些基本条件的一个限制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像马文君委员刚刚所提到的，你所犯的这些罪，你一副很清楚，所以到底你清楚之后，你还把这个标案给他6000万的标案给他，你后面到底有没有有利人士在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你如果没有办法提出这个部分来的话，只用这么冷一句话，我觉得劳动部就像当初这个谢宜容的那个霸凌案一样，你还是没有搞定，然后你用救安基金里面的钱去开演唱会等等之类的，劳动部到底在干嘛？你不是应该保障最基本的劳权问题吗？那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你都用这个方法来含糊过去，真的让人家非常的生气啊。这绝对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大家看到那个赞点子哦，它是多年都得标哦，累计是5000多万，从许明春甚至更之前的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那这个案子其实民众党也有在追，因为你去看那个他们的这个没宣费。救安基金的非常多都是赞点子，还有他们自己部本部的也都是。所以从之前的许明春到现在的洪申翰，为什么都来用这一家的这个厂商？然后呢，都是限制性招标。另外，请大家不要忘记哦，这个劳动部在滥用救安基金，已经不是一位部长。许明春当时还用救安基金去开演唱会，然后呢，大量的去买媒体，总共被审计部揪出来是7224万，不符合使用的原则。结果呢，当时说送到北检，送解掉，然后呢就盖住了。从此之后没有再任何的调查。另外，我想要讲一下监察院哦，刚刚我们上面讲到监察院的事情，监察院呢，监察院死了吗？他们最近一直在刷存在感嘛，哈。刚刚讲到那个泄密案，这件事情不就是你们应该去追的吗？许明春怎么样可以滥用这个救安基金到这种程度？监察院出来说话了吗？那刚刚提到这个，不管是吴钊燮后，或者是何仁杰，或者是外交部有泄密案。这个泄密是何等的重大，还有没有继续泄密？所以监察院是怎么样沦为一个发新闻稿的一个功能吗？过去针对了这个吴钊燮他旗下的何仁杰疑似有泄密通匪的这个事情，立法院在黄国昌委员还在立法院的时候，他有要求说这个吴钊燮要来立法院说明，但是他仗着自己在国安会，他说呢他可以不用到立法院来备询，那你总得到监察院去了吧？那监察院在干嘛？搞了好多年说，真的有泄密哦，我告诉大家有泄密哦，然后呢来源呢？然后呢这些公务员你有办法进一步去追吗？那为什么整个民党政府会可以烂成这个样子？包含像今天在经济委员会提到了苏巧慧，她的家族的苏巧纯拿了国安基金1999万的投资，有没有涉及到利益冲突回避的问题？主管机关说什么？他说法规没有规范啊，他说他不是大老板，他只是股东而已，没有规范，可以这样讲吗？然后廉政署说什么？廉政署说我们尊重主管机关，这个就是台湾的司法啊。去一下再回来。
台南前议长郭宪良，他现在是无党籍啊，说呢他涉嫌侵占政治现金、公益捐款，所以呢，检察官今晨声押禁见。哦，那这个国民党议员啊，发言人啊，蔡玉辉议员呢，就说选举之前大动作来侦办他，恐怕有借司法打压在野，甚至介入政治之嫌。而且郭宪良呢也没有逃亡，也没有串证之余啊，所以检方不要为押而押，所以认为是政治办案。那另外呢，吴乃仁前阵子不是很出风头吗？因为欠了台糖1.7亿嘛，然后不是被关起来吗？12天就获释了，理由是台糖撤回申请，台糖是等于是债权人呢。对，债权人说我不要，没关系，不用关他，撤回申请。本来是申请要把它押起来要还钱啊，就现在钱还了吗？如果钱还了没话讲啊，但是钱有没有还呢？哦，那另外呢，这个台中地方法院公开说呢，吴乃仁说他患有严重的帕金森氏症，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反正这样说了。那主要是台糖撤回申请，哦，他欠我钱呢，我说那不欠钱，你们应该把它交回来，要回来，尤其是国营事业。但是我现在说我撤回了，所以他就不用关了，可以这样吗？哦，那另外呢，就是教育部长到彰化看学校，跟立法院请假，哦，到彰化看学校，说是公务行程，那么重要的2个重要的法案在立法院，他居然不出席，哦，然后呢，立法委员以为他身体不够好，因为他早先身体不好，所以呢，他却勤跑辅选，而且跑的辅选时间还蛮频繁的哦，而且呢，这个行程还蛮紧凑的，所以呢，罗廷伟就火大说，当时我还不送他哦去离开，说呢当天呢说身体不好，或者什么过几天就说这个他有事，然后就不来了哦，所以亲自示范欺骗这个欺骗，教育部长是怎么可以示范欺骗？不可以，所以国民党委员今天就说呢，欺骗国会应该立刻下台哦，不要说假称自己身体不适，结果跑去辅选，应该立刻下台啊！昨天我在本节目也讲说，立法院应该把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禁止他进入立法院。立法你欺骗立法委员，这个如果是真的话，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哦，而且院会应该决议，要求行政院叫他下台哦，政务官嘛，那就下台哦，这个立刻免他的职，撤他的职。立法院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天的情况。一方面告诉我担任召委要给予体谅，不要让他来到委员会；一方面在地方跑透透。秀出照片痛批教育部长郑英耀没出席29号的教文委员会质询，召委罗廷伟爆料郑英耀以身体为由请病假，一整天都没有现身委员会，那部长人究竟在哪？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抛出跟郑英耀的照片，感谢部长应邀特别到彰化访视校园建设，更剪下行程表，一整天在彰化5处学校跑透透。但罗廷伟就拿出18号关心郑英耀的影片，透露部长说身体有恙的那天质询提前离席，说身体不适，如今几天后就能往中部跑。公然说谎，竟然说是召委同意的，教育部长以及教育部。就是做全台湾最坏的示范，竟然把我对他的关心跟体谅，化作为欺骗，化作为他辅选，我没办法接受。只是教育部火速发文澄清，29号是早就排定的公务行程，并不是用病假为由请假，与部长的健康因素无关。更拿出照片强调，当天国民党籍的谢依凤委员也在现场，似乎要降低辅选意味。我想这个讯息是有落差的了。我并不是请病假，我是一个公务行程原来既定的一个公务行程去彰化。教育是超越党派，是不分党派，不要那么政治。尽管教育部强调，现在每周都会深入一个县市视察学校建设，但国民党继续紧咬，这是配合绿营候选人特定县市才有的福利。这下战场恐将继续延烧。他刚刚说不要那么政治，其实呢，了解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强烈的。来，没有，在
我们在咨询的期间，其实就部会首长如果有请假的话，其实大概都要事先做说明。然后我觉得的确看起来好像中间是有一点点误会的落差在里面。不过说实在，就是说我们在尤其是在审查法案的时候，如果首长不在的时候，其实说明，而且有事前的说明也很清楚。那我觉得这个落差出现的话，你说不要那么政治，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说对于立法机关这种尊重，是不是还是要加强一点哈？不然你即便是公务行程，现场也有2个立委在那边，那2个权衡之下，好像变成委员在打委员，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形就很不好了哈。所以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部会首长，如果在面临，尤其是现在立法院一直都不休息哈，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地方议会看得非常非常佩服，因为真的立法院现在已经2年不休息了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你要去安排在院会以外或其他质询的这个以外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协调性或沟通的这个细致程度是应该要更高才对了。现在干民意代表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对。议员呢，立委常常因为什么助理费啊，还有其他案子啊，什么政治现金呢，就被抓被关然后资格也取消了那立法院为什么不休会呢？因为我们宪法规定，立法委员在会期中，除非现行犯不得逮捕，要立法院同意。所以呢，立法委员现在已经有10几个都有案在身了。所以为了怕民进党趁着这个休会时间把他们逮捕，所以呢就不休会，全年给你开会，开到底了，这样。我觉得现在那个郑英耀的问题在于，到底现在的行政团队是不是经常跨越行政中立的这条线？其实他们应该没有这条线，他们已经跑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了。郑英耀他有几个问题，包含就是他有一些政治性的发言也好，或者是像是刚刚那个罗委员说，是不是应该要来立法院备询，来面对民意机关的时候，你反而请假？而更严重的问题是，那天立法院其实希望能够讨论的是校师会议的问题，针对霸凌的议题，是不是能够现在大家很重视的议题啊？对，然后让这个教师能够安心的在学校好好的教孩子，让我们的教育环境可以提升。结果这么重要的一场会议，为什么这个教育部长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呢？还有在6月11号的时候，我们进一步追，那一天本来有另外一个会议，也是委员会安排，也是希望部长可以来。结果部长说他人要出席行政院会，他不能够到立法院来。可是我们去查了一下，当天行政院会并没有教育部的案子，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在行政院里头那不出来面对民意呢？这是一个事情。还有像今天沈伯洋委员他开了一个记者会，就在针对这个蒋万安市长就是因为要做选举的操作嘛，那就说呢这个立法院像吴思耀委员他们就说，因为立法院呢又不审预算了，所以呢要帮这个地方争取一些淹水的补助，又争取不到了钱发不下来，然后呢又请了张敦涵，张敦涵是谁？行政院秘书长请他到现场来说，就是行政院给你挂保证如果说有我们在的话，这些淹水补助就可以发。那请问一下，今天一个行政院的秘书长，他可以跑到立法院来帮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来背书，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呢？所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于，过去所谓的文官的体制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明明应该要遵守的行政中立完全不存在。这样。郑英耀是在之前大家感觉到说他自己承认说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大家就给他非常的宽容，那是之前的事情。那礼拜一呢，的确是排的有关于校事会议跟那个国民教育法，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可以往下修到5岁？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可是因为这个法案没有行政院版本，依法那个教育部长可以不用来，依法可以不用来。但是呢，大家在沸沸扬扬，因为像目前为止，校事会议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够当作是一个单纯的法案，它已经引起全国高度的一个重视，也让所有的全国的教师都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可以让他们免于受苦受难。那在这么样高度政治性的，不是政治性这么关注的部分状况之下，教育部长当然可以做他的公务行程，但是我只请问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去做一个参访？什么时候去做视察的时候，有教育部长陪在我们旁边？最高层级也不会就是署长或是次长，教育部长从来不会陪我们这些在野党的委员到处去做。当你今天跑去陪着这个候选人，那当然会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争议嘛。对，其实基本上包括刚刚说的行政院的院会的会议，或者其他的这个郑英耀说他是公务行程，即使是公务行程，他的选择都应该是立法院，因为立法院虽然没有院版的，可是我们在讨论的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校事会议，还有国民教育法，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关注，而且你教育部长，你本来就是要对于现在大家最关切的这种教育的一个方向政策，你都应该要去听大家的意见。那你去的这个公务行程，它只是视察，一定要你教育部长出席吗？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很藐视国会。
我比较关心的是吴乃仁。哇，台糖真的是太神奇了。对，欠1.7亿耶，他可以撤回那个管收哎。我对于新潮流，就是乃公哦，他的这种堕落，而且那个乃公他可以把他的民进党执政以后，他可以把国民党的原来的党营事业变成他家的是台本，他家的乃公的这个事业，他实在是这个上下其手去玩弄这个金钱游戏，实在是太超越想象了。丙又是新潮流的啊，我就觉得。